如果一会儿那个汉朝将军来找我，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喂。 吾皇万岁！乌孙接亲使节已到，杀将温归，与常山西侯，亦清汉，亦清胡。可见乌孙昆弥有意制衡国中两派，和亲之事不会简单。 解忧公主一心系汉，等待和亲。放眼望去，这草原都是你的土地，牛羊都是你的财物，这就是你的乌孙。对你来说是家乡，可是对我来说，这里却是异乡。如果你不愿意，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和亲公主？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能够选择的叫机会。 不能选择的叫命运。难道说，你做这个和亲公主是被迫的？ 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这世间有几个女子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选择，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共度一生？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吗？想不想的都已经不重要，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若是不愿意，你还能带我走不成？ 只要你不愿意，我可以带你走。干嘛这么深情地看着我？你没有必要留下来当第二个细菌公主。不可能，我已经答应皇上了，一定要完成使命。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忤逆的话。 你的马回来了。昆弥，温归殿下亲汉之心，那是昭然若揭呀。常山西侯在，这话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回禀昆弥。 咱们先不说大汉公主失踪的真相，但温归接亲失职，去向不清，大汉包庇隐瞒实情，这所有的一切，难道还看不出温归跟大汉的同盟关系吗？这是对昆弥的皇权极大的挑战和羞辱啊！小侯昨晚梦见苍狼月下哀嚎，声音凄厉，这可是不祥之兆啊！ 恕小侯多嘴，我听说这个公主性格乖张，特立独行，和之前的细菌公主比起来，那是天壤之别。小侯不明白，
为什么汉帝会派这样一个公主嫁入乌孙？昆密还是小心为是。你的意思是说，大汗会借机暗害我？人心不古，有所防备总不是坏事吧？大汗一向抱负心重，难免。此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声张。昆密，请放心，小侯会把此事烂在腹中。但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翁归殿下迎亲，竟然和公主同时失踪，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是我乌孙之耻啊！哼，我知道。这样，你赶紧赶回去，不要让那些汉人起疑，啊！是。那小侯告辞了，去吧。休整好了吗？好了，好了。这次不杀大汉公主，谁也别回匈奴。是，出发。风姑娘有何指教？我听说公主她……公主的事不用你操心。看来她真的失踪了。将军，西南方向2里外发现匈奴骑兵，看样子像是昨日在玉门关偷袭我们的那伙人。他们怎么死咬着不放？马上集合哨兵。诺。阿彩，在这待着，别出去啊！刺客，我听好了，下次再敢刺杀本公主，我要你的狗命！没事吧？别追了！传令下去，注意营帐四周。诺。将军息怒。小女子先斩后奏，假扮公主，只是不想他人起疑。毕竟公主失踪事大，冯辽生死事小，望将军莫怪。风姑娘，
多谢了。小事一桩。常山西侯人在何处？回禀将军，常山西侯不知去向。哎，若图啊，怎么样？近来身体可好啊？一切都好，托殿下的福。哎，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素光。素光，名字真好听。姑娘，我有一些衣服，可供姑娘换上啊，请随我来。好，谢谢。好了，真漂亮，姐姐真漂亮，你也很漂亮，真漂亮。听说她是大汉的和亲公主。记着，从今天起，她的名字叫解忧，没什么和亲公主。那大汉的和亲公主，放心吧，只是一个名号而已。会有人来代替这个位置的。姐姐，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跟我一起睡。我以后长大也会像姐姐这么漂亮吗？素光现在就已经很漂亮了，长大以后一定比姐姐还漂亮。你可以嫁给温圭哥哥吗？等素光长大以后啊，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懂吗？
伤口尚未痊愈，殿下需多休养才是。每天躺着那是死人。你伤还没好呢，一定要这么逞强吗？你行你来。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这样吗？腿分开。紧张什么？左肩放松，看准目标。我数到3，你就放箭。1、2、3。怎么又回来了？喂，你别乱射！解药！都说让你别拖后腿，怎么就那么……怀将军是在担心公主的安危，还是担心她和温归私奔啊？我见过他们2个相见时的情景，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情愫。我告诉你，流言是会要人命的。怀某亦可杀人，一纸流言。冯辽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冯辽只是在想，这乌孙到底有多少人见过公主的容貌？什么意思？公主乃皇家内眷，外人不得亲近。整个乌孙真正见过公主容貌的只有温归一个人，所以冯辽在想，如果解忧公主没能回来，是不是随便换上一个女子都可以到乌孙充当和亲公主呢？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敢贪图这公主之位。我常年往来乌孙，素闻温归是一个聪明又大胆的人，所以才斗胆猜测。哎，怀将军，你肯定也想过这个问题吧？如果温归和解忧公主同心所向的话，何不成全了他们？解忧公主乃皇上钦点，岂能儿戏？那我就要提醒将军了，小心温归釜底抽薪。温归跟你有仇吗？此前从未见过，哪来的仇恨啊？那你到底是何用意？我在想，如果解忧公主没有回来，我皇家买办的差事不就泡汤了吗？再说，公主是我见过的女中豪杰，没有了她，对乌孙、对大汉都是莫大的损失吧。我会查出你的底细。怀大人，怀大人，怀大人，匈奴来犯，北庭郡沦陷。什么？边将李希不敌，派属下前来求救。将军，这兵小侯真不能发。西侯，乌孙此次所败骑兵，皆为乌孙精锐。怀天杀恳请西侯派兵营救。骑兵是奉命迎亲，温归殿下和我根本就没有兵权呐。西侯，如今边境受侵，乌孙大汉百姓遭难，解忧公主也很可能深陷其中。若公主真的有事，你的骑兵谈何迎亲呢？怀将军，你能否断定公主就在北庭？暂时还不能确定。暂时还不能确定。那将军想过没有，如果出动骑兵，所有人都知道公主失踪，你让双方的尊严何在？常山西侯，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一人之事，边境所有的百姓都在受难。还望西侯能以大局为重。怀将军，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侯了。没有昆弥之令，我不能擅自发兵。将军，恕我直言，公主现在尚未和亲，还不是我乌孙辖下之人。打扰了。来者何人？这大汉宋钦护卫总理怀天杀接到李将军的求救信，带兵前来。原来是怀大人，久仰大名啊！乌孙不便派兵，这里来的只是宋钦的护卫队。除了这些骑兵外，还有少量的步兵在军外等候。杯水车薪，还望李将军莫要见怪。李某明白，托怀大人的福，匈奴已被我等击退。李将军，我听属下说，匈奴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哈，不过就是些假把式，将我汉军将士以一当十，不到1个时辰，便把他们击退。全部击退？匈奴已全部撤出30余里。那既然如此，还请李将军行个方便。公主的婢女突然逃走，我想在这郡内查找搜索一下，
婢女，请便。都听好，郡内所有的年轻汉人女子，无论生死，都让我亲自过目。诺。大人，怀天沙已经带队去了北庭。就知道这小子沉不住气。大人此连环招实在是高明，一石二鸟啊！只恐怕他们到死都猜不到。本侯忠心昆弥，为了乌孙着想，绝不能让汉人跟乌孙联姻成功。乌孙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匈奴。能不能少喊两句？我脑袋刚才挨了一棒子，好疼啊！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我也不知道。哎，他们不是匈奴人吗？为什么抓了我们不直接杀了，还关起来啊？你是不是傻呀？他们当然不是匈奴人。不是匈奴人。派系斗争，你知道吗？懂吗？你想，你是一个大汉来的和亲公主，我是个清汉派的王储。我们两人得是多少乌孙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乌孙人？哎，你们是乌孙人？哎呀，胆子也太大了吧！啊！哎呀！啊！嘘嘘嘘嘘！这么喊能放我们出去吗？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我紧张啊！你不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我不是不想，我是没办法。就这么坐以待毙吗？将军，士兵已经彻底搜查，没有发现可疑女子。召集士兵，准备撤退。诺。李将军，为何集结士兵？可是匈奴来犯。哼，他们哪敢！现在全都坐在30里外的牧民区。牧民区？据探子回报，匈奴人抢占了乌孙的牧民区，抢夺牲畜以供给用，现在正在杀牛宰羊，只留少量的骑兵看守。现在正是我们偷袭的大好时机。李将军，这尖锐部队全部击退，现在又松懈防守，这不像是匈奴人的作风。你的意思是我们大汉将士还抵不过匈奴人？不，我只是担心，如果现在去攻击乌孙的牧民区，会引起双方的误会。乌孙人早就被赶跑了，现在牧民区里全都是匈奴人。李将军，怀大人，想必你在皇上面前待久了，不懂打仗也属平常。我们俩刑场上那样的生死都经历过来了，你还怕这个？我可不想死。哎，有没有人啊？你来干什么？温归和解忧只怕是出事了。都跟着我！撤！撤！撤！报！将军，匈奴兵毫无防备，骑兵都在帐篷内休息。好，全力下去，准备火箭。诺，火箭手准备。
听悉这是要用火攻，匈奴人还未察觉。这真让我看不明白，是乌孙想让匈奴人和汉人相互残杀吗？匈奴与大汉的恩怨，没有乌孙来所用。那倒也是，不过我听常山西侯的语气，温圭和解忧一定在他们手里。报告将军，后面发现匈奴兵。盾牌兵，大家小心！他们在牧民区，救人！哎，你的意思是说，温圭和解忧在火场里？乌孙与匈奴勾结，不仅要杀了温圭和解忧，还要将罪过嫁祸大汉，彻底断送乌汉联盟。出发！解忧，行了，节省点体力。你干什么？笨蛋，这么粗的木头，一个砍不动。我也砍不动，我们只能等它再烧一会儿，烧脆了才行。曙光，曙光，走！快！怎么样？没事吧？你快走吧，你别管我。笨蛋，我不会走的，我这辈子都注定被你拖累。曙光，姐姐，曙光，曙光，曙光，快过来！曙光，解忧，回来，回来，解忧，回来！快带他走！你们呢？
破天杀！快走！将军，得令，宣布撤退。诺。不管怎么说，公主能平安回来也是万幸。只是不知道温归将军是否平安回来。乌孙和大汉最厉害的2个剑客在一起，平安得很。 素国，公主，素国，公主，你醒了。素国，阿才，公主，温归呢？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放心吧，他跟怀天沙在一起，很快就会回应了。是冯姑娘把你送回来的。 阿才，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冯姑娘说。嗯。谢谢你。别跟我这么客气。 敢跟乌孙王弟弟私奔的人，我当然要救。你都知道了，这种事，傻瓜都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大汉册封和亲公主的时候。 边境的百姓一片欢腾，孩子们都在唱：“等公主来了，边境再没有硝烟；等公主来了，家园再没有战火。”现在公主来了，大家都在等，等待的却是死亡。玉，就这，撤！现在你满意了吗？让开。解忧是和亲公主，和亲公主又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是和亲公主。皇命不可违，那是你的皇命，与我何干？那些死去的牧民又有何干？你想杀乌汉使节？我杀的是乌汉叛徒。 这
大汉世界就这点本事啊！现在只能由我来结束这一切。你刚刚说什么？我与温贵殿下在回来的途中遭遇匈奴伏击，温贵已死，尸首已被匈奴带走。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温贵殿下被汉军烧死的可能都有，更何况是匈奴伏兵。这事儿太突然了，我要马上禀告昆明。西侯不必了，我已派先锋去乌孙禀告。怀将军，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小侯记下你了。来日方长。公主，照你说话。公主，公主听的没错，温贵已死。路上遇到了匈奴伏兵，一箭穿心。我不信。哪儿来的？公主，为什么？为什么你能活着回来，而他却不能？公主，温贵让我把这把匕首交给你，让你用这把匕首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好的为他活着。你可知，为天命的是我。属下无能。我姐又做了20多年老百姓，从来做事只想自己，未曾觉得自私有何过错。今日，我的自私让我尝到了最甜蜜的滋味，也
尝到了痛彻心扉的后果。公主，下去吧。喂，长山，怎么会这样？长山在温贵遇害一事，你怎么看？回昆明，此事蹊跷，温贵将军受惠于汉军，却被匈奴伏击，这事儿实在是可疑。温贵将军是我乌孙大将，国之栋梁，这事儿……好了，没想到你平时跟温贵水火不容，明争暗斗，这个时候还能对他如此敬重。你没让顾失望。什么亲汉派、亲奴派，在孤眼里，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博弈者。记住，下棋的人是孤，白棋是子，黑棋亦难保。小侯明白。至于温归嘛，他从小就命硬，我不相信他会出事。没找到尸首之前，这件事儿不要告诉大陆。喂，退下吧。公主，既然温归为我而死，我便为他而活，以和亲公主之名。怀大人，这次你是对的。公主，咱们正在通过乌孙古道。好啊。不出意外的话，日落前便可到达乌孙都城。甚好。公主，你怎么了？不舒服？解忧甚好。过了这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吧？温归有下落了。小侯找遍了乌孙全境，至今也没有找到温归将军的下落。那你来找我何事？
匈奴的送亲队伍到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就为说这事儿来的？小侯想冒死进言几句。小侯觉得温归将军没有死。温归将军是我乌孙大将，杀将之名不是一日而成，区区伏兵能奈他何呀？姑也这么想。奎米，匈奴公主刚到，温归将军就传出已故的噩耗，让乌胡同盟动荡。现在胡姑无法入宫，解忧却是快马加鞭的往乌孙赶来。种种事实，小侯不得不猜测，温归将军是以假死来拖延解忧公主入宫的时间。住口！臣一死抵罪，但小侯恳请昆弥三思，乌胡同盟和乌汉同盟同样重要。胡姑公主入宫无法改变温归的生死。匈奴公主胡姑拜见昆弥，昆弥千岁万安。起来吧。谢昆弥。公主，前面就是乌孙都城了。可是刚才先锋回报，匈奴公主已于昨日入宫，我们还是迟了一步。怀大哥，来日方长，这种事情不值得生气。唉，这路赶的要死人呐！风姑娘，你要是觉得累，可以不用跟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不知道我这一路都……你这一路都在唠叨，如果真的累了，我可以安排仪仗给你休息。谢谢你啊，我一粗人受不起这个。请尊自便。哎，你就不能对我也笑一个吗？公主啊，我是来告别的。告别？我有一笔买卖需要算账，我就不跟你们走了。公主，你答应我皇家买办的事儿可不能耍赖啊！哎，公主从没有答应过你。我跟你说话了吗？公主，如果你到了乌孙呢，想要置办些什么，或者搜奇货异宝呢，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信缨。到时候你放飞他，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多谢冯姑娘一路照顾。至于你的鹰嘛，还是交给这个冰块脸帮你保管吧。看什么？你会好好养我的鹰吗？那就太好了。你知道吗？有些人啊，表面上说好好养我的鹰，其实背地里都想把它给煮了。他们这些人呢，缺的就是哥哥的成熟和稳重。我很看好你啊，千万别忘了我。公主，冯老感谢您。我相信，后世千万人都会铭记解忧之名。公主保重。冯姑娘保重。
公主。 欢迎公主！高兴点儿，解忧。这乌孙的昆弥，怎么让公主等那么长时间啊？稍安勿躁。拜见昆弥。 大汉公主刘解忧拜见昆弥。拜见昆弥。大汉公主，你可知自己来迟一日，我乌孙从不受此折辱。你自刎吧。 昆弥与大汉交好，汉臣怀天沙奉旨送解忧公主前来和亲，延续乌汉联盟。早就听闻乌孙国君胸怀宽广，一颇风趣。 果然不同凡响。真不愧是大汉公主，临危不惧。乌孙欢迎你，孤的公主，随孤入宫吧。怎么样，大汉公主？还看得过眼吧？昆弥甚是周到，解忧感激不尽。我还得感谢你才对啊！要不是你晚到一日，孤可经不起这两番折腾。解忧不知昆弥何意。拜见昆弥。昆弥吉时已到，我家公主请昆弥更衣。
胡姑准备好了吗？回昆明，公主早已换好嫁衣，恭候昆明。好，领解忧公主进去吧，让她做夫人之位。喂，昆明，你我还未有喜宴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晚到一日，所以今天你参加的是我跟胡姑的喜宴。启禀昆明，送亲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我们遇到了匈奴伏击，就连温圭将军都……姑知道，所以姑并没有怪罪你，还让你做夫人之位，还敬你为夫人。我与昆明未有喜宴，我怎可做夫人之位？这样，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大汉公主？孤人至于此，公主好自思量吧。若是昆明不以喜宴堂堂正正迎娶解忧，解忧即刻便回长安。你想回就回吧。昆明，夫人，请随古瑞亚入座吧。你是胡姑的婢女？是，奴婢叫古瑞亚。那好，古瑞亚，请你带我与大臣同坐。今日我还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是来恭贺昆明的大汉使节。可是夫人，叫我公主。叫我解忧公主。怀将军，属下在。帮我把这个贱婢的胳膊砍下来。诺。你敢？你不是叫我夫人吗？怎么，我堂堂的乌孙夫人，连个婢女的胳膊都砍不得吗？砍了！别动！公主，要左胳膊还是右胳膊？夫人。你叫我什么？公主饶命。叫我解忧公主。解忧公主，请饶恕奴婢。奴婢就是奴婢。带我入座吧。喂。公主，刚才做得好。吓死我了！属下会于汉军多日，亲眼看见温圭将军召匈奴报仇未归，头听之下得知温圭将军战死的消息。常山西侯半途离开接亲队伍，就是为了寻找温圭将军的尸体。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小屋的人呢？常山西侯离开之后，我给小屋发了密信，他已经去寻找温圭将军了。属下一路也给老爷发了多封密信，我一封也没收到。下去吧。喂。昆弥啊，昆弥，你为何瞒我至此？儿子，我定要匈奴为你殉葬。
昆弥到，太后到。恭喜昆弥！免礼。都坐吧。大汉公主刘解忧，奉汉帝之命，以汉帝之名，恭祝昆弥大喜，祝乌汉永结联盟。汉帝的好意，孤收到了，多谢夫人，多谢解忧公主。昆弥大喜，大陆，你怎么来晚了？昆弥恕罪，我原本是等温归回来一起前来，但是温归到现在连人影都不见，昆弥恕罪。没关系，来，赶紧入座。谢昆弥。母后。吉时已到。拜见太后，昆弥。古闻天地不变，不成诗画；阴阳不变，物不畅茂。自细君大行，中宫空悬，故孤寂孑然。现匈奴公主胡姑，素雍德貌，有安正之美，孤特赐夫人之尊，与孤同体。谢昆弥。昆弥，夫人是以左至尊，那臣等是称胡姑夫人为左夫人还是右夫人？此事稍后再议。夫人，还不赶紧给母后敬酒？喂。胡姑敬太后，愿太后福泰安康。这位是解忧公主吧？正是。解忧公主，你我虽同岁，但大汉和亲在先，胡姑便称你为姐姐吧。以后胡姑定与姐姐同心同德，伺候昆弥。
姐姐说笑了，我晚到乌孙还未过门，先后有别，应该我叫你姐姐才对。刚才你说同心同德伺候昆弥，此话真是极好。待我喜宴之时，一定好好还姐姐这3杯酒。那胡姑便记着妹妹这3杯了。好了，今日大喜，胡姑莫只惦记着姐妹，还不快敬昆弥一杯？喂。胡姑敬昆弥。来，众卿，与姑同饮。谢昆弥。昆弥，夫人。大陆。公主，你先别走，你听我说，公主你不能走。谁说我要走了？公主，刚才你做的特别好，真的，要不了多久，昆弥她会答应的，真的。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等。昆弥一日不设宴，我就一日不入宫。我以为刚才你……未办喜宴，就让我做夫人之位。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昆弥这样做是有意折损我大汉，我们不能屈服。我是担心君王多疑，我是怕你和温归在途中同时失踪的事儿，让昆弥心存芥蒂。怀大哥，你不用担心我会离开。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已经无处可去了。就算是为了那些为我而死的人，这和亲公主，我也当定了。夫人住的可还习惯？回昆弥，乌孙和匈奴习性相近，我虽嫁来乌孙，却如同回到自己家乡一般。那就好。拜见太后。好，孩儿给母后请安。免礼。母后为何深夜还未眠？啊，我看今夜月色大好，便想邀昆弥一同赏月。是。那胡姑先行告退了。春宵美人儿，昆弥，可莫怪我这老婆子丧了兴致。这世上哪有比自己的母亲更美的人呢？从前都是你与细君一同陪我赏月，你们夫妻恩爱，乌孙和大汉的关系稳定，那时的边境倒也太平。是。
你和细君的情感，我都看在眼里，只是君王做的确实过分。解忧和胡姑名义上是你的妻，实际上无非是两国关系好坏的借口罢了。姑明白。既然明白，你就莫要动了真感情，更莫欲随便冷落了一方。姑知道母后担心的是什么，可是常山西侯回报说没有发现温归的尸体，姑对这个公主有意。君王嫁娶，哪个不带着秘密和私心？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罢了。记住，平衡则均全。莫哈兹，大汉公主何在？回昆明，大汉公主解忧就在宫门外。她说什么？她说昆明若是不设宴，就不进王宫。这个公主还跟姑犟起来了。母后，你稍等，我去就来。解忧，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啊？昆明来了。公主，真打算在这车里过夜吗？随姑入宫吧。解忧不能入宫。解忧跋山涉水，不远万里从大汉来到乌孙，不是为了看别人成亲。请昆弥为大汉公主重新设宴，迎娶解忧。还是先跟我入宫再说吧。在昆明考虑好之前，解忧会一直在这1丈之内，绝不入乌孙皇宫半步。昆弥，怀天沙恳请昆弥，看在乌汉联盟，看在边境百姓的份上，早日迎娶解忧公主。你就是那个同温归并肩作战的汉人？正是。走。公主，昆弥呢？回公主，昆弥跟陆虎母分别后，去见了大汉的公主。他们说了什么？大汉公主说，如果昆弥不重设喜宴，就不入宫门。她竟然敢威胁夫君，真的不是一般的笨。但人的弱点也是强项，缺点亦是优点。昆弥如何说，昆弥自然不会答应他。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寝宫。你说什么？昆弥已回自己的寝宫。新婚之夜，他竟然不来。公主息怒，那大汉的公主凶悍刁钻，定是他从中作梗。我的新婚之夜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人在宫外，却已危及公主，本事还不小啊。也好，若没有一个聪明的玩伴，这深宫里的日子倒是乏味无趣很多。我喜欢这样的妹妹。公主这是要……去昆弥的寝宫，我要让宫外的人知道，我胡姑的新婚之夜在昆弥的怀中。
好，不错。哎呀，好。塔娜，你真是美呀！赶紧回家养吧。塔娜，哎呦，塔娜今天这么漂亮，像姐妹们照顾好。塔娜，哎，这个给我吧。走。哎呦，塔娜。你在我这儿住了有段时日了，一直不告诉我，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宫里怎么样了？昆弥大喜呀，不过新娘子不是大汉公主，是匈奴的公主。我还没有失信。这匈奴公主热情奔放，最会取悦夫君了。大汉公主可有的苦头吃。
为什么？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到底去了哪里？你到底去哪里了？温归回来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我回来的不晚，一点都不晚。你跟王兄还没有成亲，你还不是他的妻子，你是我的。我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只是大汉的和亲公主。不，你是解忧，你是不会向命运屈服的解忧，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选择。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选择。能告诉我原因吗？你看萧曙光，他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才会死的。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死掉了，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不是神仙，你留下来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忧不是神，解忧没有神力。但是如果我跟你走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那我能心安吗？公主，公主。今日即便是天神降罪，也无法阻止我把这个女人带走。公主。你在干什么？无论在那片草原上发生了什么，那都是一场梦。再美好的梦都有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开始就是我错了。我从来都是大汉的和亲公主，我从来都做不了我自己的主。你若真的爱我，就不要再让我承受一次失去你的痛苦。温归是你杀的，不是匈奴人，是你杀了他，夺走了他的匕首，是吗？是。可你没有真的杀他。温归是乌孙的亲汉大将，为大汉考虑，我也不能杀他。我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断了你们俩的后路。你若恨我，便恨吧，反正又不是头一次了。谢谢你。谢谢你让他活着。你不恨我？如果他死了，会是我一生的心魔。如今他活着，却是最好的告别。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回到初见，我一定选择和亲，我不与他相知，让他痛苦。如今他活着回来，就好像老天爷安排我们再一次初见一样。我没有遗憾，我会实现我的梦。
解忧拜见昆弥。这是乌孙，不是大汉，规矩得改改了。喂，是这样，刚才我陪公主去草原上散了散心，顺便了解一下乌孙的风土人情。公主远嫁乌孙这一路，对乌孙的草原还不了解吗？来的路上，解忧被匈奴所俘，如今待嫁闺中，心情自然有所不同。在草原上散散心、吹吹风，心情也明朗了很多。你这是在考验姑的耐心吗？解忧不过是要一个名分，以免乌汉异心。我告诉你，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文贵，文贵，父亲，儿子不孝，让父亲大人担心了。只要你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您放心，没他们说那么严重。您看，我现在都已经行动自如了。哼，这帮宵小之徒，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方可解恨。父亲，您先别激动。依我看，除了担心匈奴人，我们更要担心的是我们乌孙自己人。是啊，常山西侯之流暂且不提，我就是不明白，昆弥为什么要瞒我？那位大汉公主啊，至今没有明媒正娶，还在和昆弥僵持着。文贵，和亲公主至关重要，你明日见到昆弥，一定要助解忧公主一臂之力，不然我不只担心匈奴受宠，更担心大汉不满，两国一心呢。你怎么了？啊？我没事。文贵，你和大汉公主一起失踪数日，旁人已有非议，莫非？父亲放心，这种事情我心中自有分寸。公主，这耳当真好看。这是汉朝的玩意儿。听闻细君公主生前最爱这明月当。原来如此，那昆弥见了定会喜欢的。你的意思是，我用细君之物取悦昆弥？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怕什么？我本就是这个意思。取悦男人，可以用任何手段。昆弥今日不会来了，娶了吧。你为悦己者容，就算是为了姑，你也应该带着的。汉
还当昆弥过了新婚之夜，就把胡姑忘了呢。怎么会呢？胡姑笨拙，只怕照顾不周。夫人多虑了。昆弥累了一天了，我让他们熬些汤水。不用了，夜已深，姑今晚就在这儿休息。昆弥，有件事，胡姑一直想问。讲。昆弥与胡姑有10年不见了，不知昆弥觉得胡姑比从前如何？以前的胡姑是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现在的胡姑啊，是我乌孙最闪亮的明珠。飞鸽传书去长安，请皇上一定帮忙。看这天，马上就要刮沙暴了。你说这帮汉人够笨的，还不进宫里？哎呦，翁将军，翁将军。大陆，温圭将军昨夜归来，真是可喜可贺呀！哼，温圭这小子到处撒野，深夜回来也是常事。我的意思是，温圭将军平安归来，这就是喜事儿啊！哎呀，西侯你莫急呀，你一说这个事情，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温圭这小子也不知道在哪儿撒野，弄得一身伤回来，太不争气了。对了，怎么没见温圭来早朝啊？昆弥莫怪，温圭这小子，这回真是伤到骨子里了，可偏偏又是个魂不吝，一大清早就吵吵着要来见昆弥，被臣给打回去了。他伤势可重？他呀，王兄莫信，温圭好得很。臣温圭叩见昆弥。哎，免礼免礼，赶紧起来吧。谢昆弥。你看你，路都走不稳，还到处乱跑。哎呀，父亲大人，您就饶了我吧，我这整日躺在病床上都快闷死了。我看你气色不佳，是该在家里好好休息了。王兄，我这次失手遭人暗算，你知道我的性子，我恨不得即刻报仇，怎么可能再安心静养？你这又是惹上谁了？别跟我说又是惹上哪个姑娘了。哎，这个，哎呀，父亲，我不就这些事儿吗？你就别问了啊。行了，贪玩归贪玩，可你别忘了你是迎亲使节，你怎么能让解忧公主独自来到乌孙呢？
像什么话？王兄教训的是，臣知罪。既然知罪，就留下，替姑去向解忧公主请罪。你们退下吧。喂。你先过来，说说之前的事儿。之前我按照您的吩咐去迎接那汉朝的和亲公主，刚接到她，我们的人马就被匈奴的军队给冲散了。我跟和亲公主两人逃了出来，不得已，我只好带着她走小路回乌孙。谁知这半路上又遇上匈奴刺客，我奋力保护公主，却寡不敌众，被人打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跟公主两人就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帐篷里。他们就把你俩关在帐篷里？是。说来也奇怪，也不知道这匈奴人是何意图，把我跟公主关在帐篷里面，好吃好喝伺候着，也没有为难我们。如此过了几日，突然有一天，这帐篷突然起火了，我跟公主险些被烧死在里头。还好那个汉臣怀天沙及时赶到，把我们救走。可是逃走路上，又遇上那个匈奴将军义律。我为了掩护他们先逃走，中了义律一箭，被他抛尸河中。不过，他倒没想到我翁归福大命大，我这活着回来，向他索命来。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所以之前也没有把这事儿告诉你父亲，免得他担忧。难怪我父亲见了我一点都不高兴。还是王兄你考虑的周详。这事儿要是真像你说的，是这样的话，当然是真的。王兄，这仇我一定要报。就算你不给我军队，我单枪匹马也要去杀了义律那厮。以现在乌孙和匈奴的状况，不适宜在这个时候翻脸。可即便我们忍气吞声，这大汉的皇帝也不会善罢甘休吧？和亲公主半路被劫，他们哪儿咽得下这口气？你不知道，这火呀是汉人放的。这和亲公主真要是有什么闪失，汉人也难辞其咎。依我看，这汉帝就算他知道真相，他也会装作不知情。这匈奴人借刀杀人，可太阴险了。难道我跟公主这苦就白吃了？所以嘛，这大汉公主延误了喜宴的日子，我也没有怪罪她。延误？那我看这门口张灯结彩的是干什么呀？那是我跟匈奴胡姑公主的喜宴。哈，王兄，你可别让我去拜见那胡姑。我这刚受了匈奴人一箭，我可拉不下来这脸，再去管一个匈奴人叫嫂子。行了，一家人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乌孙呢？她现在毕竟是姑的夫人，你只要记住这个身份就行，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小时候的情谊吗？哼，这胡姑还是小时候那胡姑吗？先不说这些，先说说这大汉和亲公主吧。她逼着姑非要给她补办喜宴，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替我想想。王兄，依我看，这喜宴还是得办，这礼数还是得到。公主和亲路上已经被人劫持，我们不能再因为喜宴这种小事而坏了乌孙与大汉的关系。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比较熟悉大汉，这事儿交给你去办。你反应怎么那么慢呢？啊，怪不得被匈奴人欺负。你放心，你刚才说的我都已经记在心上，跟匈奴人这个仇，我早晚给你挣回来。啊！谢谢王兄。
看天色有异，应该是沙豹就要来了。沙豹？对，沙豹如果真的来了，那公主难免会受罪。还有，跟着咱们一起来的大汉民众，也会跟着遭殃。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了，那我以后怎么在乌孙后宫立足？将军，在下温归，见过公主，见过怀护卫。温归将军，有礼了。将军，你还活着？阿彩，奴婢见过将军。都自己人，不必客气。怀护卫对我倒是格外上心，亦步亦趋啊。只不过，不管怀护卫你长得再俊俏，我还是喜欢姑娘。温归奉昆弥之命，为公主筹办婚宴，还望公主速速入宫，准备婚礼。谢过温归将军。等喜宴开始了，我自然就会进去。沙豹马上就要来了，还是先进宫躲躲吧。我发过誓，沙豹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意。你这是何苦？这是我唯一的要求。难道是因为面子吗？就是因为你在昆弥面前立下过誓言，所以提前入宫，便有损公主威风，是吗？是谁口口声声说要做一个替大汉和乌孙百姓子民谋福祉的和亲公主的？现在就是因为放不下面子，让这么多人跟着你在沙暴中受苦吗？我答应过王兄，要为你们筹办一场盛大的喜宴。我知道，我失信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温归不会。先进。侯爷，夫人，夫人大驾光临，小侯有失远迎，请夫人恕罪。快，侯爷快请起。啊，夫人突然来此，小侯真是没有想到。侯爷重于昆弥，治理乌孙与匈奴联盟，虎姑早有耳闻，不知虎姑是否可以信任侯爷？夫人此言，小侯真是受宠若惊。只要夫人看得起，小侯愿为夫人马首是瞻。哎，夫人，别站着，您坐。坐。夫人，来小侯府上是？那我就直说了。啊。刘解忧已经入宫，由温归亲手操持喜宴。乌孙的夫人只分左右，不分先后。我担心刘解忧把左夫人之位抢去了，所以特来向侯爷相询。夫人莫急，我也一直在思考此事。这温归吧，他向来巧舌如簧，最善颠倒黑白。
今天昆弥单独留他，他肯定借此机会向咱们匈奴这边泼脏水。温归是昆弥的弟弟，也是列交弥原本最中意的昆弥人选。我们3人一起长大，他是什么性子我非常清楚。所谓的性格不羁，好酒肉美色，不过是防昆弥忌惮的伪装罢了。他一向敌视匈奴，亲近汉人，虽然与我无怨无仇，但也防我3分。所以在左夫人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帮刘解忧的。眼下在乌孙，没法对他下手啊。但是温归是杀将，刘解忧不是。上次咱们失败了，未必这次也失败。夫人，请您放心，小侯一定想办法让您当上左夫人。有劳侯爷费心了。夫人放心。在这里成亲，还真是如同在囚笼里一般。将军需要改动什么？不用，胡姑怎么办的，就照着她的办，别来烦我。是。昆弥，有要事禀报。进来。什么事？回昆弥，大殿中的藏物阁7侯已被浇灭，大殿毫无损伤。可有人受伤？夫人放心，没人受伤，只是……接着说。只是存放在里面的喜宴物资全被烧毁。温归殿下正在大发雷霆，要剁了侍卫的手。就为这小事儿，你也值得半夜来惊扰国？这……昆弥，你要不去看看吧？我才不去呢，那儿不是有温归在闹吗？姑现在要去的话，就是自找麻烦。退下吧。喂。昆弥真的不去呀？不去了，不去了，赶紧睡吧。这明月当也没那么好看，还是摘了吧。请将军赐罪。这些奴才都是从各宫调配的人手，本就难防，你不必自责。那现在，温归，怎么？喜宴有误？一点小小的问题，不会耽误的。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你们汉人有句话，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怀护卫，你还真是小看我。好啊，但愿你不是我想的那样。等一下，你们送亲的队伍里，应该是有支商队的，我没记错吧？不错，让我见见他们头。喜宴物资被烧，我需要重新购买。这么大的事儿，还说是小麻烦。
这个危险的牢笼，当初可是你把他送进来的。喜宴办不成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把他带走。鸭的多，鱼的多，知道吗？多压点。好。鸭。买定离手啊！怎么回事？庄稼赢，大礼八方。你是啥？老大，这太不人了吧？看见孙俪，庄稼赢了，真是。没抢！我的，终于来了，给我的嘛！哎，我的。哇，这地儿真够气派的啊！你给我老实点，文贵，人给你带到了。冯姑娘，好久不见啊！姑娘，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看来翁将军对女人很了解嘛。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不敢。这次有事情想要麻烦姑娘，请问你那边有没有可以重新操办这婚礼的物资？哎，你找对人了，正好长安呢来了一批物资。不过你要的这么急，这价格嘛……我告诉你啊，办得好，我们谁都不会亏待你。但是你别在这得寸进尺。我跟你说啊，女人成亲可是一辈子一次的事儿。这如果成亲的时候不痛快，这日子就过得委屈。这一委屈啊，没准就像细君公主一样。行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告诉我们，这物资什么时候到？母猪钱呢，就7日到；如果银子的话，3日就到。金子？什么？用金子？像你们这种人，简直是太棒了！明日我就把物资送到，保证把这死气沉沉的宫殿给装满活了。谁说我要在这儿办了？